这次的 iPhone 16标准版你想买吗？甚至有很多人说不如回头去买15 Pro 更有性价比。在做这个视频之前，用惯了 Pro 的我是看都不想看一眼标准版16，但是实测完以后，我们发现它在游戏体验上的提升居然有这么大。这个视频呢，我们会通过详细的测试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追求游戏体验的朋友、喜欢刷视频的朋友以及喜欢拍东西的朋友分别应该怎么选。先剧透一波，测试成绩非常离谱。我们的测试方法是手打原神深渊半小时，记录掉电、温度、游戏流畅度这3个最影响游戏体验的环节。作为对比，我们还准备了 iPhone 15标准版以及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更强的 iPhone 15 Pro。先看15标准版，半小时原神以后掉电 12%， 温度47度左右。游戏流畅度的话，前15分钟战斗还比较流畅，但后15分钟以后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间歇性掉帧。接下来是15 Pro， 半小时原神掉电 18%， 发热情况和15标准版很像，也是47度左右。流畅度方面，15 Pro 比15标准版帧数更加稳定，但是温度一上来以后的过热降频也还是非常明显的，会突然从顶满60帧的丝滑体验变成卡顿掉帧。好，最后压轴的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16标准版，半小时原神掉电只有惊人的 8%， 而温度呢也只有42度。相比于前面2位，这个提升幅度还是非常明显的。更关键一点是，它全程没有肉眼可见的明显掉帧，这个表现在 iPhone 上我还是第一次见，是不是非常意外？标准版的16，无论在掉电、温度还是游戏流畅度上，都比上一代的 Pro 还要更强。虽然全新 N31工艺的 A18 芯片性能只比15 Pro 的 A17 Pro 强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因为全新散热模组的加入，可以让这一颗 A18 发挥出更多的性能，在实际体验上非常的明显。在我们接下来的半小时 4K 视频测试中也可以看到，就算不玩游戏，只是刷个视频，这一代16标准版在续航和温度上的表现都是肉眼可见有提升的。最难受的应该就是 iPhone 15 Pro 的用户了，花了更多的钱，除了多了个高刷，无论是掉电情况还是温度，和更便宜的15标准版比都是拉不开差距的。而16标准版的能效比提升，折算下来一天能比15标准版多出2到3个小时的续航。关键是它又便宜又有现货，如果不是我们真的测试了一下，也是真的不敢相信啊。看到这里，那么咱们的购买建议就非常清楚了。如果你喜欢玩原神、绝区零、明朝之类的大型手游，选16标准版就够了。虽然它没有 Pro Motion，但是呢，对于画质压力山大的大型手游来说，60帧本来就是一个流畅可玩的标准帧数，影响不是很大。而如果你平时更喜欢在王者吃鸡里边排位开黑，那我还是更推荐选16 Pro 系列的，因为对于这种机会转瞬即逝的电竞游戏来说，120赫兹的高刷优势实在太大。这个时候 Pro 系列独有的 Pro Motion 就成了一个高强度上分的必备刚需。这里就特别适合加入一个拼夕的广告，100亿。看完视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怎么选了吧？接下来还有影像部分的深度体验，看一下这次的第2代 4K 融合像素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。还有啊，大疆上新了一款新的运动相机 Action 5 Pro， 据说呢吊打 GoPro， 我自己也买一台 GoPro 13 Black 一起来对比一下。总之呢，后边还有很多新品的详细测试报告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我是不然，咱们下条视频不见不散。